北极32岁男子惨遭北极熊母子撕咬致死，血腥气息引来更多北极熊同伴浴血奋战，最终4头北极熊失衡营地。据《环球时报》报道，纳瓦德是一个坐落在北极圈深处的偏远村庄，那里一年四季都被白雪覆盖，寒风凛冽。村民们只能靠狩猎驯鹿和独角鲸为生。每逢狩猎季开放时，村庄里30岁以上的男性都会结伴出门打猎。他们穿越被冰封的大地与海洋，冒着恶劣天气和潜在的生命危险，只为给家人储备足够的蛋白质和营养，支撑接下来漫长的一年，直到下一个狩猎季再次来临。2018年8月21日，34岁的利奥扬克、32岁的洛朗乌塔克和达里尔卡克一同启程。他们家中有7游子，自幼在纳瓦德一同长大的他们，彼此早已情同手足。这趟旅程不仅肩负着为家人储粮的重任，更是一场久违的友情之旅。然而，这次狩猎之行从一开始便困难重重。他们乘坐的是一艘看似简陋却充满历史沉淀的小船，这种船型在因纽特猎人中极为常见。船上设有一个狭小的驾驶舱，内置一套老式但尚能运作的无线电通讯设备，船尾则安装着2台马达。虽然这艘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利奥父亲的年代，但在利奥这些年的精心维护下，他依然坚韧可靠，从未在关键时刻掉过链子。按照惯例，每当夜幕降临时，他们便会用冰镐将船只牢牢钉死在厚厚的冰层上，然后扎营地点通常选在结实的雪地或稳定的冰面上。狩猎时若有所获，他们便会在冰面上就地宰杀和清理猎物，然后迅速将处理好的兽体装回船上，利用低温自然冷冻，保证猎物的新鲜度直到安全返回。然而，令人沮丧的是，旅程的前2天，他们一无所获，辽阔的海面上一丝生命的迹象都未曾见到，只有寒风呼啸。最终，在第2天傍晚，3人意识到这样毫无结果的等待没有意义，他们不愿空手而归，于是果断放弃继续寻找独角鲸的计划，转而决定靠岸，沿着冰原边缘寻找驯鹿的踪迹，哪怕只猎得1、2头，也能为这次辛苦远征带回一些成果。3人将船头转向一处名为狮子湾的地带，那里地形复杂，冰原与河流交错纵横，是驯鹿活动频繁的区域。正当他们满怀希望地驶向湾口时，天空却突然变了脸，风势在不知不觉间迅速增强。虽然风力尚未强劲到造成一场暴风雪，但却已足够将周围海域上漂浮的巨大冰块推向3人的小船，威胁已然迫在眉睫。当他们察觉到异样，试图掉头撤回时，为时已晚。湾口已经被密密麻麻、犬牙交错的浮冰彻底封死，巨大的冰块在风中挤压、碰撞，发出沉闷低哑的轰鸣声。狭小的船只在冰群中苦苦挣扎，金属零件因超负荷而不断颤抖，随时都有可能断裂。他们心里清楚，再继续硬闯，只会让船只和自己双双葬送在这片冷酷无情的冰原之中。在深思熟虑之后，3人决定停止前进，就地扎营，等待救援。他们靠岸选了一块相对平坦且靠近冰层厚实区域的地方，用冰镐和绳索牢牢固定住小船，以防止它在风力加剧时被卷走。接着，他们熟练地搭起帐篷，依照计划，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，希望在冰封彻底恶化之前能有人来救援。然而，厄运并未止步于此。就在他们发送信号后不久，无线电设备突然失灵了。此时，3人与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也被彻底切断。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冰原上，他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岛。但即便如此，利奥、达里尔和洛朗依然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冷静。他们自幼在这片残酷的北极荒原长大，了解这里的残酷与不可预测，早已养成了超乎常人的应变能力。因此，早在出发时，他们就为意外情况备足了多出数天的食物、燃料与取暖设备。他们心里也清楚，即使无线电失联，只要他们在第4天还未返航，留守村庄的亲人一定会报警，官方必然会组织搜救。因此，他们搭建营地时尽量让自己变得醒目，选用了荧光橙色的帐篷，还在周围插上了几面色彩鲜艳的旗帜，以便从空中或远距离观察时能迅速发现他们的位置。尽管局势严峻，但他们仍抱有一丝希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风向也许会改变，浮冰可能自然散开，届时他们或许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逃脱困境，甚至他们还天真地设想过，或许在离开之前还能成功猎到1、2头驯鹿，不至于空手而归。那天夜晚，寒风在帐篷外呜咽徘徊，3人依偎在微弱的炉火旁，相互打气。外面一片死寂，只有偶尔传来的浮冰断裂声。他们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寒冷而平静的夜晚，
然而黑暗之中，真正的威胁正在悄悄地向他们靠近。一切都收拾好后，三人疲惫地钻进帐篷，脱下厚重的外套和防寒靴，紧裹在睡袋中，准备好好休息一晚，以便养足精神。第二天一早继续外出寻找猎物。凌晨3点左右，外头的风渐渐小了，一对北极熊母子悄无声息地闯入了营地。母熊敏锐地嗅到了人类留下的食物气息，它循着味道小心翼翼地接近了帐篷。母熊警觉地四处张望了一番，确认周围没有威胁后，才慢慢放松下来。帐篷内的3名男子正在鼾声大作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外头多了2名不速之客。母熊在帐篷旁为自己和幼崽寻觅到了一个暖和的栖息地，它将自己宽大厚实的身躯蜷缩成一团，用身体为幼崽抵挡刺骨的寒风。母子俩就这样在帐篷门边紧靠着拉链的地方安顿了下来。黎明时分，微弱的晨光透过帐篷的缝隙洒落进来。第一个醒来的是达里尔，他在睡袋里翻了个身，迷迷糊糊地伸了个懒腰。他摸索着去拉开帐篷门，准备起火烧水，开始新一天的狩猎。就在他手握着拉链轻轻拉开的瞬间，母熊猛地睁开了眼，距离实在太近了。母熊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跃起身，扑向刚刚探出半个身子的达里尔。达里尔甚至来不及看清眼前发生了什么，只发出了一声短促凄厉的惨叫。下一秒，锋利的熊爪已经撕裂了他的喉咙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帐篷内的利奥和洛朗被这突如其来的惨叫声惊醒，生死关头，两人凭借着多年猎人的本能，下意识地抓起武器，迅速进入战斗状态。母熊脸上还挂着达里尔的血迹，正半探着巨大的脑袋往帐篷里钻。那双原本无辜的眼睛此刻布满了疯狂和血性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完全扑入帐篷，里面便接连响起了4声枪响，干脆利落，子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母熊的面部。沉重的巨兽发出一声低沉的哀鸣，随即轰然倒地，重重地压在达里尔早已冰冷的遗体上。枪声与死亡的气息让躲藏在一旁的北极熊幼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，他呜咽着爬向母熊的身体，试图寻求温暖与保护。洛朗沉默地举起了枪，手腕因悲痛而微微颤抖，但他没有犹豫，又是一声枪响，北极熊幼崽应声倒地。利奥和洛朗没有立刻起身，他们屏住呼吸，紧握着武器，静静地在帐篷内等待了10分钟。根据他们的经验，如果附近还有其他北极熊，枪声必定已惊动他们，一旦贸然走出帐篷，就有可能成为新的猎物。只有彻底确认周围安全后，两人才缓缓拉开帐篷门，探出头去。达里尔已经毫无生还的可能，他的生命在被母熊袭击的瞬间便已终结，但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，他们必须将达里尔的遗体移回船上，确保不会被野兽啃食或暴露在极的严寒下，直到救援到来。然而，光是搬动幼崽的尸体就几乎耗尽了他们的力气。那只仅2岁的北极熊幼崽，体重已接近200磅，至于母熊，它几乎是幼崽的3倍之多，庞大的身躯横在帐篷门口，无论如何推拉，根本无法整体移动。无奈之下，利奥和洛朗只能就地将母熊肢解。寒风中，他们用猎刀和短柄斧一块块地剥离着厚重的脂肪与坚韧的筋肉，鲜血很快染红了周围的雪地。两人花费了整整1上午的时间，将母熊分割成数十块血淋淋的肉块。当他们正准备将熊肉深埋进雪地以掩盖血腥气味时，洛朗猛地抬头，眼角余光捕捉到远处2只雄性北极熊正以惊人的速度朝他们冲来。但利奥和洛朗并没有逃跑，也没有犹豫，而是下意识地并肩站在达里尔遗体前，举枪戒备。2只北极熊低吼着发动了冲锋，冰面在他们的巨爪下碎裂。利奥反应最快，他抬枪，一发子弹精准地击中第一头熊的头部，巨兽冲到半途时轰然倒地，死时还张着血盆大口。但第2头熊在胸部中弹后，却丝毫没有减缓他的攻势，他依然负伤狂奔而来。洛朗冷静地扣动扳机，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，但仍然无法阻止他狂暴的冲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利奥再次补射，子弹穿透了熊的眼眶。北极熊倒地时撞翻了旁边的一块浮冰，场面骇人至极。短短几分钟之内，4头北极熊的鲜血染红了整片营地。但利奥和洛朗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，这2只北极熊能如此迅速的出现，意味着更多的掠食者很可能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最终，利奥和洛朗决定放弃前往船只，将达里尔的遗体重新抬回帐篷之中，封闭入口，死守待援。他们小心翼翼地用达里尔的睡袋将他的身体仔细包裹好，系紧绳索。利奥和洛朗坐在角落，枪支上膛，他们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接下来的3天里，利奥和洛朗为了防止更多掠食者靠近，
他们强打精神，轮流守夜，帐篷内昏暗狭小，寒冷刺骨，而他们只能靠着微薄的食物和彼此的陪伴，硬生生熬过漫长的黑夜。与此同时，在遥远的家乡诺瓦特，他们的家人早已焦急万分。按照原定计划，3人应在第3天与家中联络，但当第4天过去时，仍无消息。亲人们毫不犹豫地向当地救援机构发出了求救信号，救援队立即组织了船只，试图穿越冰封的海域进入狮子湾，却发现海面早已被浮冰彻底封死，船只根本无法推进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最终救援人员决定改用直升机进行空中搜寻。清晨，直升机在冰原上空盘旋，驾驶员本以为能很快找到那顶鲜艳的橙色帐篷，但出现在他们视野里的却是一大片刺眼的血迹，那片血迹已经冻成了厚厚的冰层。直升机缓缓降落，风雪中，利奥和洛朗踉跄着迎了上来，他们的脸颊因寒冷而开裂，眼中布满血丝。面对救援人员伸出的手，他们没有立刻登机，而是要求先将达里尔的遗体带走。在这令人窒息的7天里，他们节省口粮，忍受极寒，与4头北极熊殊死搏斗，甚至与至亲好友的尸体同眠。他们所承受的一切，不是为了求生，而是为了守护达里尔的尊严。救援人员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驳回这样的请求。幸运的是，利奥和洛朗虽饱受折磨，却奇迹般的没有受伤，因此直升机得以将他们与达里尔的遗体一同安全带回。此后，他们再也没有回到事故现场取回个人物品或处理那些熊的尸体，那里只剩下他们难以承受的痛苦回忆。但诺瓦特村的居民在得知真相后，自发组建了小队，驾着结实的船只，冒着风雪和浮冰，前往事发地点。他们将利奥和洛朗遗落的船只、露营装备、武器全部带回，免得那2个从死亡边缘挣扎归来的兄弟再次面对曾让他们心碎的景象。